1956年的好莱坞正值黄金时代的巅峰。那一年，奥黛丽·赫本凭借《罗马假日》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明星，但她的成功也招来了不少嫉妒和恶意。有一次，在一个重要的慈善晚宴上，一位资深女演员当着众人的面，尖刻地说道：“奥黛丽不过是个花瓶，除了那张脸，什么都没有。”现场一片尴尬的沉默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这位年轻女性如何回应。然而，奥黛丽只是优雅的微笑，轻声说道：“谢谢您的关注。”然后转身离开，去和其他客人交谈。她没有反驳，没有争辩，更没有当场撕破脸皮。多年后，当有记者问起这件事时，奥黛丽说：“我学会了一件事，当别人试图用恶意来定义你时，最好的回应就是用你的行动来重新定义自己。争辩只会让你陷入他们设定的游戏规则中，而沉默则让你保持了主动权。”这就是奥黛丽·赫本教给我们的智慧。面对恶意，最高级的回应不是反击，而是一种优雅的疏离。疏离的艺术，当关系走到尽头，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，并不是争吵和崩溃，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。这种疏离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，它保护了双方的尊严，也为彼此留下了最后的体面。想起逻辑学家殷海光的故事，总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位生性耿直的学者，每次见到不平之事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有一次吃饭时，他忽然想到了讨厌的人，竟然气到连饭都吃不下。殷海光经常因为别人的行为而情绪不好，50岁便患胃癌离世了。而那些天天惹他生气的人却活到了89岁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：以生气的方式讨厌一个人，就是在惩罚自己，最终买单的也只会是自己。张艺谋和张伟平的分手，则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。这对合作了16年的搭档，一起拍摄过11部影片，联手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。他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梦想，以后老了不拍电影了，就一起去旅游，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息。可是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张伟平更看重商业利益，而张艺谋则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创作里。当分歧越来越大，当合作变成了折磨，张艺谋选择了最成熟的处理方式。在拍摄完最后一部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后，他默默地离开了，甚至都没有向张伟平打一声招呼。难以置信的张伟平打电话过去，想找张艺谋聊清楚，但接电话的总是助理。张伟平隔空喊话说：“哥们儿一场，你就当面跟我说一句，跟我交代一句没问题吧？”但时至今日，张艺谋都没有站出来做过任何回应。这种沉默，看似冷漠，实则是最大的温柔。正如莫言在文章中写的那样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，没有为什么。就像一阵风刮过，你要做的是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一转身沉静走开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志不同不相为友。与其撕破脸，不如安静退场。默不作声的疏离，才是给彼此最大的体面。沉默的智慧，不说坏话的修养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说坏话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的发泄方式，但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从不轻易评判他人，更不会在背后说三道四。
李敖和余光中的恩怨，在文坛上可谓人尽皆知。李敖经常在各种场合痛骂曾经的朋友余光中，说他是马屁诗人。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中，李敖更是把余光中称为骗子，说他有严重的人格问题，文学水平也比自己差很多。作家刘沙河站出来替余光中鸣不平，但余光中从不反击，一直沉默。有人就问余光中，李敖天天找你茬，骂你，你却从不回应，这是为什么？余光中的回答堪称经典，李敖天天骂我，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，而我不搭理他，证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。这句话的智慧在于，他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讨厌的人身上时，你实际上是在给他们力量；而当你选择忽视时，你夺回了自己生活的主导权。生活中很多人遇到看不惯的人，就人前人后说别人的坏话，企图让所有人都认同自己的看法。但其实，无论你说什么，都改变不了别人，反而还会让自己变得一身戾气，惹人厌恶。把讨厌的人看清，不如把讨厌的人看清。把讨厌的人请出你的生命，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心目中，更加没必要在背后说坏话，拉低自己的档次，向上生长，用优秀回击平庸。面对恶意和讨厌，最好的反击方式不是针锋相对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当你站在更高的地方时，那些曾经让你愤怒的人和事，都会变得微不足道。畅销书作家杨希文的故事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在他没有出名之前，曾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。杨希文喜欢读书写作，空闲时间就躲在角落看书写作，从不和其他服务员一起去逛街，讨论时下最流行的衣服。久而久之，他就被一同打工的姑娘们排斥孤立了。下班后他准备去图书馆看书，老板娘也会充满讽刺地说，就你还看书呢。但嘲讽并没有让他停止努力，反而变成了他向上生长的动力。他读了近200本书，一直坚持写文章发布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。后来机缘巧合下，他的文字被一家出版社看中，帮他出了第1本书。他也终于靠自己的努力，远离了那些让自己憎恨的人。后来，杨希文在书里写道，努力从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努力，而是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。能够保持持续向上的目标，生活才会是一部进化史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，可怕的人，脑子不正常的人。我们努力奋斗，不过是给自己不与他们接触的机会。讨厌一个人，最好的反击方式，就是努力让自己变优秀。当你变强大了，你讨厌的人连背影都消失了。生命的馈赠，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。回到奥黛丽·赫本的故事，那位在慈善晚宴上恶意重伤她的女演员，后来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，而奥黛丽却成为了永恒的经典。不是因为她反击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她选择了更高级的回应方式，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说话。奥黛丽曾经说过，我学会了从每个人身上学习，包括那些伤害过我的人。他们教会了我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宽容，什么是真正的优雅。这种智慧不仅仅是一种处世哲学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
当我们学会从每一次伤害中汲取力量，从每一次挫折中获得成长，我们就真正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权。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，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。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真谛。我们无法改变别人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。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。当你遇到讨厌的人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个人的存在是要教会我什么？是要让我学会宽容，还是要让我变得更加坚强？是要提醒我远离负能量，还是要激励我向更高的目标努力？无论你遇见谁，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，都有原因，都能为你上一课。这个人一定会带给你一些什么，或惊喜，或成长。有些人的存在是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，他们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们的心房，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善意和美好。而有些人的存在是用来考验我们，磨练我们的韧性，使我们成长。他们可能会带来痛苦和挫折，但也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。奥黛丽·赫本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优雅地面对恶意。她没有被那些负面的声音击倒，反而在这些考验中变得更加光彩夺目。她的美丽不仅仅来自于外表，更来自于内心的坚强和宽容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喜欢的人，都会面临恶意和伤害。但请记住，真正的强者不是那些能够击败敌人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够在面对恶意时依然保持内心平静的人。当你学会了沉默的力量，学会了优雅的梳理，学会了用优秀回击平庸，你就掌握了人生最重要的技能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保持自己的纯净和美好。愿你在面对生命中的每一次考验时，都能像奥黛丽·赫本一样，用最优雅的方式回应，用最坚强的内心成长，最终成为那个连自己都会爱上的人。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，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。讨厌一个人，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自己加把劲离开那个圈子。当你变强大了，你讨厌的人连背影都消失了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